大千世界呀，无奇不有。大家好，我是泰哥。今天呢，我是来到了遵义市凤冈县和雾川县的交界处。在这个大山深处啊，我们发现一个天然形成的自然奇观。看到我身后这一吨石头没有？目测呀，它的重量可能达到10吨重。当地的百姓呢，称这个为风动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吹的大了一点啊，这个石头呢都会动，随风而动，左右摇摆，所以呢，他们把它称风动石。据说呀，一个成年人啊，能够轻轻松松的把这吨石头呢，把它弄动起来啊，非常的神奇。今天呢，大家就跟着泰哥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它推动哈。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吨石头啊是非常的大的，它的下方呢是非常纤细的，但是上方呢就非常的巨大。我们来到这个侧面，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是吧？下方呢就是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石头给它垫住，它整个上方呢其实是悬空的，看起来呢就是摇摇欲坠啊，它就感觉随时都可以向左右倒去。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的屹立呢已经是上千年，甚至说上亿年了。所以说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奇妙啊！因为我们从这个视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还是有一些奇特的点的。你看前方这里哈，它就像一个人脸，对吗？这个位置啊，这里还是一个鹰钩鼻，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方这里，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猩猩的脸？而这个位置呢，像一个猿人的脸，而这个外面这个形象呢，就像一个现代人的这个脸，鹰钩鼻嘛，只是上面的头部呢没有，是不是？兄弟们，是不是？我这个视角是不是比较刁钻？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下方，哇，这些地方呢，有一些缝隙哈，这些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些地方有一些缝隙，而这个石头啊，我怎么感觉像是那种泥沙结构一样的？你看，都是这种颗粒状的，这个石头都是颗粒状的。这边呢是一层一层的，这里是2层。然后呢，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我们从底部看一下，是吧？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我总是感觉它有点这个摇摇欲坠的感觉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方。耶，这里怎么有个马蜂啊？你看这个下方，它是上面整个重力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是不是太重了？这里都压了一个缝隙，它整个石头的着力点其实很小。你们看到没有？从这个地方还有缝隙可以看得过去亮，包括前方的也是。你虽然看着它是整个石头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实际上呢，它中间呢可能是只有2个指头宽的一个位置是靠在石头上的。我们从这边来看哈，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整个石头它以这个地方为中线，两边呢正好是保持了那种平衡，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我现在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个子是1.8米，对吧？那么我走到这儿呢，差不多就是跟这个一样高哈，稍微比这个高一点点。那么一对比呢，就知道这个石头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朋友们呢就非常好奇的是，这个石头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整个周边呢，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啊，只有这个地方呢矗立出来这么一个巨大的石头。我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飞来石，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风动石。那么我们看这个形状啊，因为数亿年前呢，实际上呢这些山川呢都在这个海底，对吗？那么我看这个石头呢，它也是那种夹杂的泥沙形成的，我不知道形成多少年前哈。我的猜测呢，是在数亿年前呀，这个地壳的大运动撞击呢，就把这些地方呢全部撞松了。它这个撞开了之后啊，下边的这些松动的石头啊，经过数万年的这种风化剥蚀，然后慢慢的就底下的这些东西呢，就化成了泥土啊，或者说碎石啊，慢慢的呢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形状。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推一下哈。这么大的石头，10来吨的石头，我到底能不能推动呢？我们试一下，一只手，哇，动了，是不是动了？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看到动了？我现在是一只手来推的，
哇，太神奇了哈！真的是一只手就能把它推动。那我们看到这一墩风洞石呢，确实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啊，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这种石头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吗？但是呢，我们看到石头的这个外边呢，这个位置啊，它有2道非常大的一个缝隙呢，已经差不多裂到顶了，下方呢是直接裂过去的。我个人觉得呢，早晚呢它是有可能掉下来的。不过呢，大家不用担心啊，今天呢我是中午过来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我们遵义的赤水河畔，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不可思议的是，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水帘洞。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水帘洞中啊，竟然有人居住，你敢相信吗？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水帘洞的下方，沿着这条小道一直上去呢，就能到达水帘洞的洞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水帘洞中呢？跟着阿泰的镜头一起上去探秘一番。需要走这样的步梯呢，才能到达上方的水帘洞。这个步梯看起来都非常的古老啊，应该是安了有个几十年了吧。这里呢有一片竹林哈，这个竹林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大家也知道，赤水这边呢，它就是盛产竹子的。今天的温度啊，这边高达39度，相当的热。但是呢，走在这个竹林之中呢，也好像没有显得那么热。现在我们就马上到水帘洞了。这里呢有一片的竹林，非常漂亮。这有只小狗，你咬啥呢你？你就是住这里吗？哦，这里就是你住的啊？哦，你住哪去了哇？我这边掏杆子嘞。掏钢凳了。哦，你们这儿住进凉快哟，这两天。整天大凉。哦，你之前的房子在下边哈？就是这个这条公路。等于是修公路又占嘞。占了的话又反转嘞。哦，还是至上面住进矮一点咯，我觉得。咋搞嘛？你还喂猪的哈？喂盖儿。为了过年吗？为了过年哦。哦。还有几样嘛，对不对？这个阿姨她背了一背篓的东西啊，我让她先背过去，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再给大家看看这里啊。大家看她住的这个地方，就在一个巨石板的一个下面。那么这阿姨他们非常的勤快啊，你看这里堆了这么多的木材，然后这边呢也堆的是一些竹竿，还有木材，那里也堆了一大片。那这边这个石头真的是非常巨大哈，走到这个下面来，这里呢是他喂的一个猪啊，这个猪呢是未来过年的，还不小了，可能已经有200多，接近300斤了。那么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呢，这边呢还是比较宽的，反正就在一个巨石板的下边。那么这个位置的整个宽度呢，可能是7、8米左右哈，就是这里的一个横向宽度大概是7、8米。你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农村大家知道吧？喂猪喂在上面，下面呢就是粪坑。你看这个，这个地方呢还掏了一个粪坑。这里呢也是铺的石板哈，它本身下面呢就是一块巨大的石板，上层也是一块巨大的石板。正好这个地方呢进行了镂空啊，镂空呢它的进深比较大。为什么跟你们说是水帘洞呢？你看这里是不是有水流下来上面？现在呢，因为这边已经连续干旱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水呢就比较小。如果在丰水季节的话，这边呢可以有个4、5米宽的这么一个水门帘下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水帘洞嘛，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呢，它也没有做这个栏杆哈，看起来还是挺悬的。你像这个位置的话，就比较矮一点，我的话就走不进去，我只能走这个边上。这个位置呢，我可以走得过。
这个位置呢就比较矮啊，大概只有1.3米、1.4米的这么一个高度。你像这里呢，就是他们的住的一个住房，这个木柱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全部都是顶到上边的石板的。从它这个房子的后方这里有一个通道过来，这个地方上盖板和下地板的这个中间的高度，镂空高度啊，就跟我的个子一样高了，1.8米多一点。这边呢是他们喝的饮用水，这个水管呢也是从这个上面山上切下来的。尤其是从这个正面出来呀，看到这里的这个水帘洞奇观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啊！看看门前这个水啊。你在这里住了好多年呢？我都来了40几年了，我儿42了，这都满41了。哦，你是从远处嫁到这里来的吗？我是高边旁那一边的。哦。那个叔叔在他爷子在里面住哈。那在这嘛？他们还不在这里住了好多年的哟。住了50-60年了。50-60年了。哦。他妹子嘛70了啊。哎，他70了，因为上次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满70了，要。哦，明年是70。我跟他还在家门呢。你姓周啊？啊。叫好门来的。这过好几户人了。好几户人哈。好几代人了。啊，这里应该是住了4代么5代人。那是5代了。5代人哈。哦，5代嘛，就我儿子在这里。住在这里面涨大水的时候吓人不？不吓人啊，要水秋他后面来了，这种去年是大得很的水。大得很的水哈。今年真的是很大，往年都大得很。就是坡到处坡的稀垮烂，这里水都现在是要下的，要大得很。涨大水的时候，这一大股冲下来还是吓人哈。哦，山秋他黑的时候轰轰的，都海就像陡峭大。陡峭大过。哦，那走山上来的水哦，这不到来。我不是一跳河浪的哈。哦，那用多大来，多大是水啊？这里呢就是水帘洞的最左侧，你看这里还有2座墓葬，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祖先。这里呢正好是一个石头这样隔开的，这边呢就是水帘洞下的整个面积了。那么很多朋友呢有一些疑问呢，就是这个地方住着会不会安全？我跟你们讲啊，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石板的厚度啊，差不多有10米，而这个下面这一块石板呢，也是有好几米，所以它是非常厚。而且这个大石板它是直接嵌入到山体里面的，所以会非常非常的牢固哈。我可以说比这个城市里面的钢筋混凝土那是还要牢固的。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说住在这个下边了，会不会特别的潮湿啊？我告诉你们啊，不大会潮湿的，除非这个天晴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反潮呢会有一点，那平时一般不会。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哈，即使是山顶上下大雨，那么这个石头它是一整块的，只有一些带缝隙的地方呢，那个雨水才可以浸得下来，其他地方呢它是不会有雨水浸得下来的，因为这个石头呢起码有很大的一段呢，它直接是嵌入到山体里面去的，明白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度，大家问这个高度会不会压抑？刚刚呢，我们在那个房间呢，你们也看到了，这个阿姨站在那个灶台上，你看她的这个身高也是大概1.6米，那么你看看是不是接近4米多的一个高度？我们城市里面的楼房的楼层呢，也才多少？3.9米，对不对？所以说一点都不压抑啊。那我们再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面呢，原来呢是住的4户人家，也是他们4兄弟啊。
这边这些呢都是房子，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个灶台，对吧？还有一个留着一个痕迹。那么这边这些房子为什么搬了呢？因为那么其他几兄弟呢都全部搬走了，包括这个叔叔阿姨呢，他们已经都搬出去了。只是后来他家的房子呢是建在这个赤水河边的这个路边，但是修路的时候呢，正好要经过他家房子，所以呢就房子拆掉了，把房子呢赔到别的地方了。那么他们呢，又更加的愿意住在这里，而这儿呢就是他们的老家，所以呢，他们2个老人呢又搬到这里来住。这个地方的面积，我给你们看一看哈，从这个外面这个洞口啊，直接到这个里面这个进深的一个宽度，它最宽的地方应该有13、14米，即使是这里窄一点的地方呢，也有10米啊、11、2米这样子。那么整个长度呢，最少有个100米还要多。那我们可以换算下来的话，这个还是不小的一个面积啊。这个洞里面的面积呢，就有1亩多地，也就是说有600、700个平方。所以说面积是足够3、4家人住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哈，他们那个房子呢，上面是有做一个层板来隔开的，为啥呢？因为在这个下面使用啊，那么它这个洞里面呢是通风的，所以呢，这个风不断的这个吹，不断的风化呢，这个上表皮这里啊会有一层一层的这种小石块呢，它偶尔的会掉一点下来，所以在这个房子的顶部要做一层盖板呢，就是预防这个掉下来，一个脏到地面，第二一个呢，会碰到人。虽然说很小块的，但是也需要这个楼顶呢做一个楼层盖板给它挡住。有人会觉得住在这个水帘洞中啊，这个水声会不会很大？大家可以听听现在的水声啊，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声音。那么在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呢，这个声音基本上是听不大出来的，可以说比这个城市里面的车水马龙声呢要小得多，而且呢听着要悦耳舒服得多，对吧？当然呢，也有个别时候，如果在涨大洪水的时候呢，这个声音那就是相当大了。不过呢，他们长期居住在这儿呢，习惯了，也没有什么哈。如果说在涨大洪水的时候，这一个水呀，其实可以冲到10多米远的这个地方去啊。所以，如果说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对这种声音比较敏感的，其实在涨大水的这个季节呢，还是不大睡得着的哈。这个地方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漂亮哈。就像现在赤水的温度呢，已经达到39度，而这个地方呢，依然是非常凉爽。这里呢，确实是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住在这个中间呢，也是非常的安全。假如说让你们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你们会愿意来吗？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呢，也有个老人家，不知道还在不在啊？我们看一看。老牛，你都在，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啊？啊？哦，你吃饭没得？我就是吃饭。正要吃饭啊？你吃完吧我？我吃了。哦。你还认得我不？你是不是？上回来过的，去年。去年嘛，前年你来那体照的拍照是不是你嘛？啊！哎呦！啊，你还记得我啊？啊。我又来耍呀，来给你打个招呼再走，我都要走了。你老走了？啊。我在高边赶2个人，主线为主啊，我老看到你飞机上去走啊碰上飞过，我说。哦，高价给房子啊，给生的儿了。哦，2个是我儿他，去年这个都是我儿他。几个儿吧？这哈儿还在，这个等于说是我做刚吃长大，这个我那哈儿才7岁，这么是我后妈，我亲生的后4个啊，这个是那去都嘛生活做啥个吃长大，我那哈儿他刚刚才7岁。哦，你说的这个就在这个10岁哦。像你这个啊，刚刚才7岁，我住在抚养大是2姊妹，还有个叫任桂喜来这样。
这我自己亲生的都还有4个儿啊，现在还有4个儿啊，有个女，我亲生的话。你亲生的有4个儿娃娃，一个姑娘。哦，对，就是我。你福气好得很啊！哎呦，跟大哥说，多好。你80几呢？啊？你是80几呢？81喽。81了哈。哦，今天我大姐死了，他们晋州走啊，你去做大一个要弄啊。哦，肯定。谢因大姐死了。你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屋头？哦，我一个人，我赶忙喂猪，我下不来。我整会儿个药上火去搞些娘家煮猪食喂猪。我结个水果，你改个壳嘛？不用，不用了，奶奶不用。结个苹果你改个壳？不用了，我们喝了水的，喝水的，不用了。先喝苹果茶。喝了水的。不拿不来。耍儿去了，你忙你的，你要煮饭吃了嘛？我都煮来都要吃鬼了，大哥，我想你问你吃没吃？你没吃吗？我吃了。我就少去喝，快一点吧，我就煮粑你吃。我心想怕你没吃话嘛。不了，吃了。哦，吃了就算了。你没吃话，我饭我也有，我汤包面有，我就是面有啥酒有，我又可以整点你吃啊。我这个又有锅，我又有锅灶，我又拿去。我几个儿他你晓得吗？说老妈的，他说你忘，他说原来就是你一个大哥，他说还给你拍照的，他说你在梯子上背个包包，手头拿个手机的，他说现在发出来到处都看到了。就说你这个大哥，我说啊，他们都看到了哈。哦，多得很，都看到，而且多远的在厦门啊庙。广州面打工都看到说，那你没吃饭，你吃饭呢？不要管我哎。都吃鬼了，大哥。吃鬼了哈。哦，我捡个包鬼吃了，煮熟的。你煮熟的宝宝？哦，我捡那种。可以。啊，这个都是用折盘板接过的水，就在外面都行了，外面晾，就在外面。你这个包裹还是糯包裹的？是，又是用的嘛，又是铁的啊，姐。是啊，糯包裹。哦。吃得动嘛？好吃。不大，我没有去打大锅来煮啊，是我要整那点醋。我说晓得你这个大锅来把你就去大锅把这锅煮嘛，你都吃得上。不用，这个好吃。这个大锅不烫，我想不起了。我那年是真的，我想到你让我得5酒拍照。对啊。那是你儿媳妇哈。是儿媳妇，我姑娘。那个是我儿媳妇，是我最高边这个四姑娘。是这不是在这点嘛，就在这点。对，那个是我四儿媳妇。看到你记性好啊。我大儿媳妇姓陈，叫陈慧茹啊。我三儿媳妇姓赵，叫赵露蓉。四儿媳妇姓罗，叫罗水英。1儿媳妇姓李，叫李主皮。我孙孙都好多个啊，我有3个女孙孙啊，有2个。我最小个儿那个女孙子，都考进正牌大学了啊。她在分别在乐山去读了嘛。那个这姐在考的还是正牌大学。我孙孙的，我就18、19岁，我搞大一个。考的正牌大学。他说就不安排工作嘛，那个找工作都好找的啊。对。他去做那种。他都在成都去这个的上。我可以让你把它过来地下嘛，不要端起太重了。你精神头都好得很嘞，我看你。我大哥听我前2天，自从那年子痛的搞毛病，痛了30个月，在桂林去医好了，这会儿我没得病的，所以呢，我带这些不管种豆豆了，种菜了，种花生了，结果说还有精神，你看那些黄疸些都是我摘的。好嘛，都是你摘的哈。我今年种还要摘多的些黄疸啊、茶些我还。你闲不住是不是？你闲不住。我耍不住啊，耍的反为身体还不好，好像这不错，他们
天天去劳动机没有事的。你现在的身体比我上次来好点，是不是啊？大哥，我上次来你的气色不是很好。去了打过梦酒。我姓周。哦。你这次我整个看你比上次的气色要好得多。大哥，你没以后你来这，你搁着走，不管上边也好，我上边几个人多协会多了，让你搁着进来，俺不说有啥子吃啥子。你要来耍也肯定要来麻烦你们了。你吃点啥子这些，那些不说不称罪。来吧，你应该买东西吃。要不然大哥，要不然，就当我给你买礼物。要不然大哥，你打车好辛苦啊！不，要不然大哥。因为你这里要跑挨哈，我本来还想带点东西，但是我觉得太累了，遭不住。哎呀，所以你到时候给买点吃的。对呀，大哥，你早起弄你辛苦了。没有，因为你年纪大嘞。儿子来都在耍，大哥。要得。哦，哎呦，你要慢点哈，大哥。啥去。要得，我走了奶。哎呀，这么大，太好了，天。因为我晓得你在上面的嘛，我上次如果第一次嘛我不晓得哈，第二次嘛老人嘛我说带点东西，但是我又想到起我一跑挨了，带东西了太重了，我遭不住。哎呦，大哥嘛，天你仲好一个大哥，天天儿子来嘛都在耍嘛，大哥。要得。啊。你们要出来去啊？走哪了？去喝酒？刚刚我听那个大姐说的。你们走哪个喝酒嘛？西门啊，他西门。西门有好远吗？走这看。这是个把小时，食堂这需要个把小时走路呀。走路要个把小时啊？哎，现在你们这嘎的总的还住的有好多个人嘛？20来个人。住在上面的还有20来个啊？现在？只是不经常回来哈。他们多数都在城头买房子。哦。现在今天是这个人没结果的。今天有人没咯？今天有没有结果的？有没结果的喽？因为我们多数去吃酒去了。哦，上面现在还有人没的嘛？是有哈。我们老母亲在家了。那个老人家在家？他在我们上边的，也去喝开酒。要得。今天好像来的也不是很凑巧啊。因为他们这个悬崖村庄的人有亲戚在外面做酒，他们大多数人都要去吃酒。不过我听这个大哥说，上面还有少部分的人在哈，我们还是上去玩一玩。上来的这个石梯啊，都长满了很多青苔，因为现在在这里居住的人比较少了，而且呢也比较陡峭啊。其实他们走习惯了还好。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边上是还没有这个围栏的，但是这一次来呢，已经做上这个铁围栏了。那这样呢，就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因为毕竟这个村庄里面呢，还住有70、80岁的老年人，他们呢也会偶尔的上下悬崖村。那有一个扶手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安全很多了。看这里，正儿八经到了这个天梯的位置啊。有句话怎么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走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听到的都是这种叽叽喳喳的虫叫啊、鸟叫声啊，你看，震耳欲聋啊。你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叫声都有。现在是早晨的8点多一点，也是大山苏醒的时候啊。在山里面能够听到这种叽喳的叫声，也证明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山苏醒了。哇，走到这里之后，看到这里一大片的竹林，顿时这个心情都好很多呀。这个爬这个天梯累的这种感觉突然间就消失了，然后神清气爽。这一条小溪流呢，就是流下去的一个，从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瀑布流下去。这儿跟这个下面的落差是200米要多一点。
所以如果在丰水期的时候啊，很漂亮的。我呢还没有遇到这种机会，以后有机会这个涨大洪水的时候再过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他们装在这里的一个机械设备，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啊，咱也不懂。反正呢，来这里看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呢，搭了一个平台，对吧？这里搭了一个平台，这里有一个电机，这个是手摇的吧？没有看到电线，应该是手摇的一个电机吧。然后呢，这里有2股滑丝，从这个平台这儿呢滑下去，看一下这下边就是200多米高的一个悬崖。那么我们的车呢是停到那个位置的，朋友们看一看。主道呢在外面几公里外哈，这里呢就是一个支道，从这个峡谷进来，到这个位置呢就停止，上到他们悬崖村呢就必须走这边的这个悬崖栈道上来啊，在这里过来呢就到达这个平台。他们有重的东西啊，要上山，要上崖下崖呢，就通过这个滑丝滑下去。它这个是双向的哟，就是上面的重物呢也可以滑下去，然后下面的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滑上来。有一个问题哈，它是上面的重物带下面的轻物上来，因为纯手摇的话你摇不动。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从下面滑200斤的东西上来，那么这个上面呢可能就要压个500斤的东西下去，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从这个地方滑重物下去呢，把下面的这个轻的东西带上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没有电机的，你纯用手来这个进行做滑轮组的这个动力的话，你是摇不动的啊。所以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这里大致跟大家说了一下呢，我们现在往村庄里面走啊。刚刚我听那个大哥说呢，他的母亲还在上面，他的母亲呢就是应该是我们上次见到的那一位80多岁的奶奶。说实话哈，朋友们，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赤水的温度都达到35、6度，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山里啊，却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是不是啊？这个全部是大自然的这个曼妙的音乐。这一家人呢，就是进入悬崖村的第一家人。我上次来也没在，我估计这次也没在，可能就是下去吃酒去了。啊，这边搞了好多小白菜啊，这个白菜采一点来搞火锅，是不是非常香？这一家人非常的勤劳啊，这边堆了满地的这个木材，当然这里是不缺柴的。你们看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吧，对不对？它的气温相对比较低。你们看看这个玉米哈，其实很多地方的玉米包呢都已经没了，都已经是快蔫掉了。你看这里才刚刚长出来，它这个地方高一点呢，所以呢，就农作物呢它也熟的这个慢一点。这边种有这个茄子，是吧？还有这个豆豆，还有红薯，还种了不少东西。这里有一间这个土墙房，这个土墙房是干嘛的？我看一看呢。哇，这家人真的是非常勤劳。这里也是满壁柴，木材。这个里面堆的也是柴，好吧？这个也是柴。我天，这户人家砍这么多柴堆在家里，烧得完吗？都烧不完吧？这边也是柴，我天哪！这个是种了什么瓜？这个是什么瓜？你们知道不？这个是丝瓜。听说指一指它就长不大，不指了吧？等一下被主人骂了。哇哇哇！这个瓜大，这个丝瓜好大。其实丝瓜炒腊肉非常好吃的，炒鲜肉也很好吃。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啊，这个丝瓜，它这个嫩的时候可以炒来吃啊，像这种就不行了。这种你们知道是拿来干什么的吗？这种呢是等它长大老了之后呢，它里面有很多丝，
就是留种子，把种子抠出来就有很多丝，那个丝拿来干嘛呢？就是可以拿来刷锅。以前咱们没有东西来洗锅的时候，就用这个丝瓜的丝，它油脂它都洗得干净，加上热水，它就相当于自带洗洁精的这种效果哈，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哈？可能这个必须是要在农村待过的人才懂这个东西啊。我上次来就跟你们说，这一户人家是大户人家吧？看一下这些，特别古老的这种石墩子，你看这一个石墩子都是几百上千斤。你看以前都是大户人家，然后请很多的这个劳动力，对吧？来一起来把这些墙垒起来。哇，这个村庄非常的漂亮。我就不知道这一户人家搞这么多的木材堆着干嘛呢？我估计他的木材烧1年都烧不完了，都1年都不用再去山上砍柴了。然后你看这个地上铺的这个地板都全部是石头石墩，而且它这个石头的厚度应该最少这么厚。这里也是一样的，全是铺的这种石头，太牛了哈！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放到现在的话，像它这个房子的建造，加上这个地板的建造，我跟你们说，没有个40-50万你是搞不出来的。就搞这个房子的这个样子，知道吧？就搞这个房子的样子，然后把这个地坪用这个石头来砌成这样，那肯定比你水泥打的地力好多了，对吧？你就做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没有个40-50万你是做不出来的哟。你们看看，此时此刻是不是很多地方都已经热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你看我在这个大山之中悠闲的走着，然后欣赏这样的原始风光，再带你们去探寻悬崖村庄，是不是挺惬意的？你们就在家里这个被窝里躺着，然后呢吹着空调，是不是就可以欣赏咱们这个大好河山呀？这里这2家人呢都有人居住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个房子呢坐着一个叔叔，他姓任，不知道今天在不在，有可能呢都去吃酒去了。这里呢有一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今天在不在。你比如说像这个房子的这边这一段的话，实际上以前也是一个地基，我们从这个镶嵌的这个石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可能搬迁了之后这个房子拆掉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地基干嘛呢，就种了菜了。看看有这个地基的这个地圈的一个痕迹哈。那么这里呢留下了这么一个房子啊，是一个老人家哈，他不愿意出去，所以呢就留守在这里，今天应该都不在。这边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来，有一个姓任的叔叔啊，好像在家，跟他聊聊天去。睡，吃饭没有？还没有啊？吃了，我们吃了早餐了的啊。吃了，又来耍来了嘞。他们都去吃酒去了，你不去？我去，那的时候啊？要爬一坡很高很高，我不去。就是吃酒啊的啊？啊，没有去啊。哦，他们就是找那个吃酒了嘛？嗯，对对对。也是要走路爬坡啊？哦，对对对，很高哦。我还以为你都去了呀。没有去。哦。你还没吃饭呢？吃黄瓜呀？哎，要得嘛。跟到你才炒的。才掏出来的，我吃一个，我吃一个。跟到一个。要得要得。这春天啥子？哎，春天上的。刮一下嘛。啊？刮一下。不刮不刮，就是啷个扯，就是啷个扯，你都没有又没有打龙又刮啷个，就是啷个扯。不要打农药的。哎，就是啷个扯。对对对。好，谢谢谢谢。你最近来没啷个呀？我就在昨天在那园林回来。昨天才回来啊？去干啷个来嘛？哎，你来说。哦哦哦。没有事啊。哦。你在园林有房子哈？啊，天元和平，我房子。
我晓得你们应该都有房子。就是园林2片、建的2片房子哈。对，都有的哈。你们那个岸上都有用铁来搞起栏杆了哈。那个是哪事儿搞的啊？我乔老板。那一个老板来搞的是吧？哦。我们在园林的昨天晚上住的民宿。然后今天早上就跑起来这来耍来的。我觉得这个3点半可能凉快就来耍。今天还都去过吧？你空不吧？还要进去不？你空没？空的。空的，那我们走原始森林。可以啊。你带我走原始森林去耍。你好的。已经到了悬崖村的任叔叔这里了，吃了个黄瓜。等叔叔吃了面条，他带我们去这个原始森林去看看，就是里面有很多大树哈。对。上一次来比较遗憾没看到，这一次叔叔有空，正好他带我们去。你们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了，那边也有个房子没人住。他们这里的人呢，所有的人这个在这个园林村当里都有分配这个房子啊，那边的别墅非常漂亮哈。只是他们住在这里更舒服一点，凉快。然后呢，土地也在这里，是吧？就可以种一些原生态的菜，各种各样的小吃，各种各样的菜，那么就更方便一点，省得出去买，对吧？说到他们就近搬迁的这个房子啊，非常漂亮。正好昨天我去拍了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个航拍镜头。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而且大多数的房子呢，现在都没怎么居住，因为他们还是喜欢住在山上，所以呢，可以把那些房子租出来避暑，应该有60%-70%。所以你们喜欢避暑的，可以到园林村去看一看啊。水水。你这外边这棵树是哪个树啊？哪种啊？这棵树啊？有啊。那是山茶花。山茶花。哇，看着好看的很，冬天去的是绯红的一树。冬天绯红啊？我去的是绯红的。我就看它结柳这种果果啊。它就是到中间有些果果。这个果果拿来起哪个作用啊？它要生噻。你看我这下面生着。你说啊？生去了吧？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果果的嘞，你这个结了好多哦。这个东西贵不贵哦？它是花树啊，好看哦。好看哈，就是冬天才开是吧？它也去是绯红。你明年都70了？你看起来不像哎。冬天我儿子都在外边，有个跑车呀。在厦门那没跑车。厦门哈。太神奇了吧，朋友们！无人机航拍竟然发现这个山梁上有一栋房子，更神奇的是，竟然还有人居住啊！走，我们下去探访一下。从这个无人机飞行的距离来看呀，这里走下去应该是2公里多一点的路程啊！我天哪，这里这一片草场多么漂亮，养一点牛，养一点羊，那多爽啊！哇！我现在又穿越这一片草场，然后再穿越下面的森林，再转几个弯。就可以到。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步行了很久了，像这样的环境，不养个几十头牛，哪里对得住这么多草啊？是不是？再看一下我前方的这个山峰，层峦叠嶂，是吧？你想跨越过去，真的是太难了。朋友们，我隐隐约约已经是看到了我们要去拜访的那一户人家，看到没有？这里中间屏幕的中间
但是现在我要从这里走去，再从这里下去，然后再上去。你看得这么近，但是实际上我们走过去可能需要20来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哈。在我们贵州是不是望山跑死马，就是这个意思。你明明看着很近，对不对？但是你要走到的话，你需要走一会儿。我要是在这里养个10头8头牛，那该多好，对吧？全是这么漂亮的这个草，草资源太丰富了。晒死了，朋友们，看看我晒成什么样了，我都感觉跟包拯差不多了。这么多的草啊，这一片山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草，真是不养殖太可惜了。那里马上就到了，这里弯过去爬上去就到了。这个地方你们看看吧，环境又好，草资源又好，真的是养殖的一个天然的好场所。看得出来这些全是土地以前都是土地，现在没有做了，它就全部长了这样的茅草出来，而且这个草也非常非常漂亮。你们看这一个山脉的两边都是这样很深的一个大峡谷，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要到这户人家的居住地了，看到吧，已经看到种的玉米了。这个门前呀，好大的一棵核桃树，这里种了一片的玉米。他这个居住的位置是居住在这个山崖口啊，后面有一个小山头，对面也有一个小山头。看到这棵核桃树没？这个是几十上百年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见证啊！哇，天哪，走了40分钟才走到这里。这个门前种的一大片的玉米地。刚刚我们看到的主人家不知道在不在啊？因为我们航拍的时候看到有人的。看一下，这边是土墙的房子，中间是这个木房子，那边也是土墙房。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2代人建筑风格的一个不同啊。这里也是土墙，这片玉米地个子长得这么高的吗？还有栏杆拦起来。哇，看一下，这个边上都是用树皮来盖的。这个房子好像也比较破旧了。哎，这里怎么是用竹竿来挂住的？人出去了，人到哪里去了呀？应该是只有1个人居住在这里啊。这一户人家应该搬在这里来很久了。你看，边上这一个已经坏掉了，对吧？那么后面那儿呢，也有一个土墙。那边上那个应该是一个猪圈，这儿呢养有一些蜂。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我确定是不通电的，是用这个太阳能来进行照明。除了照明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一些电子用电的一个设备。看看那个是烧水的一个茶壶，它煮饭呢也是在外边煮的，应该是在这个土墙房里煮饭。估计是一个老人在这里哈，因为没有看到更多的人的这个衣服啊，或者说其他的用品之类的。真的是比较遗憾哈，我还担心是看不到人，所以航拍发现人了之后才过来竟然也没看到人，有很多疑问，也没得地方问，对吧？这一户人家呢，应该是居住在这里是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看这个土墙，包括木房，那就是分别不同的2代人建造的房屋。那么目前居住在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单身老人
估计就是70岁左右吧。这个地方呢，我跟你们讲哈，整个周围5公里内是没有任何人烟的。它的这个房子，这个山梁的两边，包括前边，都是一个巨深的一个大峡谷。也就是说，要进出山的话，只有从我来的这个山梁杠啊，也就是后面这条梁杠，只有这条梁杠呢，才能够步行到这里来。也就是这一条道呢，也是他出山唯一的必经之道，没有别的路啊，两边都是很深的峡谷。所以我也特别的好奇啊，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我天哪，搞得我现在有点迷茫啊！我现在这个脑瓜子都嗡嗡的，为啥吧？因为他这里真的没有路可以走啊，他那个东西背到哪里去了？我来的路上也没有看到人，搞得我现在人心惶惶的。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搞得我有点慌了，走。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三省。何为鸡鸣三省？意指早晨一只公鸡打鸣啊，3个省的人可以同时听到。我身后这一座大桥呢，就是历时3年半，历尽艰难险阻，2020年1月22日才正式建成通车的鸡鸣三省大桥。走，带你们去看看，非常的壮观。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四川泸州的叙永县。那么桥的对面呢，就是云南昭通的镇雄县。再看这边上边呢，就是贵州毕节的七星关区。那个修建的像只雄鸡的造型呢，就在这个山上。那么这边呢，两边都建设有停车场。比如说这里还建有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中心。也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农产品呢，都可以拿到这里来销售。本来呢，现在也是一个开放式的旅游区，所以有很多人呢到这里来玩耍。那么间接的呢，也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一个销售。这边呢就是大桥，咱们到这个桥上去看一看。这儿牌子上也有写啊，3省交界的位置。我们走到这个桥面上呢，发现这个桥面还是非常宽的啊，有10多米的一个宽度。你走路在这个上面，你可能不感觉有多么的险峻，但实际上下面是非常深的一个峡谷。这一座鸡鸣三省大桥的跨度呢有180米，从桥面到水面的垂直高度呢有160米哈，多高呢？相当于53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座大桥的一个正中间，我们往下看一看，这条河流呢叫做果哈河，正好呢把四川叙永和云南镇雄分开。这边呢就是四川叙永县，这边呢就是云南的镇雄县。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一条河流，非常的艰难。在我们云贵川的大山里啊，大家知道都是高山险阻啊，出行非常的不便。那么在这个河的两岸呢，很多人都是有亲戚的，对不对？四川这边的人，假如说要到云南这边来走亲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为了走亲戚呢，他们在上个世纪就开了一条悬崖栈道，就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四川的人呢，在这座大桥还未建成通车的时候呢，他们要通过这里，从这个悬崖这个小道走到这个悬崖角，然后呢再下山下到这个河谷底，乘坐渡船，然后再到河对岸。我们可以看到河对岸也全都是悬崖峭壁，包括很远的地方也都是悬崖峭壁。然后再到河对岸之后呢，慢慢的攀爬到对面这边的村庄，就是云南镇雄。也就是我们看着短短的几百米的一个距离啊，实际上在以前的话，两边的村民来回要走动的话，需要走2个多小时，非常的艰难哈。但是伴随着咱们鸡鸣三省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呢，
原来2个多小时的路程啊，现在多少时间？只需要5分钟就能走过去了哈。如果你开车的话，可能只需要1分钟。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当地老百姓非常好的一个大工程。实际上呢，修建这座鸡鸣三省大桥啊，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已经提案说要修建了，直到2016年呢才开工建设，2020年呢才正式通车。大家可以算一下，先后差不多花了40年的时间。可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等这条公路通呢，都等了40年。很多小伙子呢，都等成了老大爷，非常的不容易。这边呢，就是靠贵州这个方向。那么大家可以看看，靠贵州这个方向的这边呢，这个峡谷会更加的窄一点。这条河呢，刚刚我们说过了，叫果哈河。这边这条河呢，叫做渭河。这2条河汇合之后往下游走呢，下边就叫做赤水河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不光是3省交界，也是3河交界的一个地方。那么对面那个山顶上啊，就是贵州这边修建的鸡鸣三省景区啊，也就是这个雄鸡造型呢，就在这个山顶上啊。我们只能从这个空中俯视图去看。有很多朋友就问啊，这个云南和四川都把桥架通了，来往呢非常的方便，但是贵州这边为什么就没有架桥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地理环境、地理位置。那么云南、四川这边呢，它要比上边要矮一点，就是它们的落差呢在200米，这样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架桥。所以现在云南和四川这边的交通呢是方便了，两地的村民呢可以通过这个桥上开车或者说走动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对方。但是要到达贵州呢就非常艰难，你们可以看看这一片呢全部都是这个悬崖峭壁。假如说从我这个位置要开车到上面的景区呢，要绕好几十公里才能够上去，还是没有这边方便一点。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建设者以及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毅力哈。大家为了来往方便，你看刚才我就说了，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陆陆续续40年的时间了，朋友们，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在这个深山峡谷这里需要建这么一座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案了要建桥，一直拖到2016年才开始建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技术、很多的难题，那个时候还无法攻关，所以才会到2016年才开始正式开建，到2020年1月22日才通车。所以说这座大桥的建设是非常的艰难险阻的，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那么容易的。这座大桥的建成呢，也标志着我们的这个建桥技术呢提升到了一个阶段，而当地的百姓呢，也因为这座大桥的建成，从原来需要步行2个多小时的路程呢，缩短到只需要5分钟，可谓是造福了一方百姓，真的是了不起的一座大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贵州六盘水。刚刚啊，我从这个崖壁公路上把车开过来，
说实话，心里边还是有点怵的。下边就是万丈悬崖，路也比较窄，而且呢，它的坡度比较陡，我相信很多女司机都不敢开吧。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一条挂壁公路呢，就在北盘江大桥的一个边上。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个功德碑，也就是在去年之前呀，这条公路是没有进行硬化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筹资之后，把这个路面呢进行硬化，然后外面呢也做了一个围栏，所以说现在呢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安全一点，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险峻。大家可以看看，下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深不见底，上方呢也是悬崖，公路呢从这里过，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这个位置的环境啊是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就是北盘江的一个大峡谷，那么我们的这个北盘江第一桥呢就在这边，对面就是云南的犍为，这边呢就是贵州六盘水，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两地交界的一个地方。走，我们去那个崖壁公路上看看。这里有比较醒目的提醒啊，因为这个路比较窄，所以说你行车从这上面通过的时候呢，尽量都按着喇叭往前走，因为在中间的话，你是非常不好会车的。这一条崖壁公路呢，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啊。大家看看这个下方真的是万丈悬崖，非常之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公路的上方这些石头啊，其实也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所以说不要在这个下面呢过多的进行一个停留。看看这些石头呢，都是有点松松垮垮的，对吧？全部都是缝隙裂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方哈，真的是很高很高。你从这儿看去的话，有点眼花缭乱的，确实很高。对面那儿呢，就是很深的一道峡谷。这条江呢，就是北盘江。那么你们看这里哈，有两个很深的一个大裂缝。对面那些地方呢，就属于云南了。现在呢，拦上了这个护栏呢，我相信从这里开车过的人呢，应该是心里边没有那么惧怕了。特别是以前这个路面又没有硬化，这个边上又没有护栏的情况下，说实话，你开车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些石头，我们看一看，这里实际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那么这一个石头啊，这些石头看着都真的是不是很稳固啊。这一片林地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这种石头。这些石头呢，大多数呢也都是从这个悬崖上面若干年前这样慢慢的这个垮塌下去的。走吧，我一跟你们说着，我都有点害怕，我还是赶紧离开。这个位置真的很陡，你不注意开车都要打滑。我刚刚去走了一圈回来，我跟你们讲实话，走路在上面可能比开车更加的险峻，特别是心里面发怵啊。为啥呢？因为整个上面的这些石头啊，都是摇摇欲坠的，很多都是这么宽的缝，而且你就像一个千斤的石头悬在你头上，你心里面是有点发毛的。所以说呢，还是尽量不要走过去啊，开车的话就直接开车通过好了。
太神奇了，朋友们！我在四川深山的悬崖脚下发现一个山洞，洞中竟然有人居住，四周与世隔绝。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呢？看看对面这一片悬崖峭壁，蓝天白云，犹如一幅水墨画一样，真的是非常壮美和漂亮。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山洞，这边也有一个山洞，咦，这下边也有一个山洞，这个洞口竟然发现两面很高的石墙。我们用无人机过去航拍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太神奇了，朋友们，竟然真的有人居住在这个山洞里。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叔的年龄应该在50多60岁哈。是什么原因让他要隐居在这个山洞呢？我们看到这个崖壁脚下是有一条小道，从这边呢一直走过来，延伸到这边，也不知道走哪里去了。应该是从前面这哪个地方呢可以上到这个悬崖上边去。那么他的唯一出道呢，就是从这条小道跟着过来，然后呢进入这个山洞中。因为再往这边走呢，也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办法出去。下方呢又有一条河流隔断，所以他唯一出山的路就只能走这边上这条路。真的是神奇哈！他为什么要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而且是洞口垒了石墙，就像活在这个原始时代这种感觉哈。就是这个山洞，上方是悬崖峭壁，下方是一片森林加一条河流隔断，它根本没有地方进出啊。这边呢是悬崖峭壁，只有这边这一条小道呢，从这个远方去上到这个崖壁。那么这个大叔他是什么原因会隐居在这个山洞？那么他靠什么样来生存？因为并没有种植任何的东西，很多问题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呢想过去探访一下，但是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过去，因为下面的赤水河把我和对面深深的隔开，要到对面去呢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即使去到对面呢，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样的小道才能到他这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觉得这个大叔为什么要隐居在这个山洞？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靠什么东西来生存？很多东西都是疑问。大家好，我现在在贵州的大山里，看一下我的身后那片崖壁啊，如画卷一般。那么现在我在的这一片区域呢，没人居住啊。然后这个深山的一个峡谷里，还有一个村庄与世隔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过去啊？我先无人机飞出来看一看。大家看看啊，这个村庄后山的话靠的都是悬崖峭壁，前方呢又有一条河流隔断，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世外桃源。可惜呢，我们从空中看的话，这些房子好像都没有人居住了，目前应该已经是一个无人村庄。但是大家看看这里的整个周围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它属于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带，也没有任何的地质灾害。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山这些崖壁呢，都是那种很坚硬的这个岩石哈，所以这个位置真的是相当不错。我无人机在空中找了很久啊，没有找到从我站的这个地方到那里的一个路。我感觉我也不想去冒险哈，因为走过去的话，你看看哈，很远的，在那个崖壁下边走过去的话，应该最少要1个小时，而且在这个森林里面的话，
其实也不太安全。我们隔远看呢，这个下边好像是一片绿油油的，感觉好像还有种大片的这个玉米。但是当我们无人机靠近一点的时候，发现这些绿油油的应该是一些草类哈，不是这个玉米。我搜寻了一下，没有看到哪一个房子有住人的一个痕迹哈，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无人村庄了。但是可惜啊，这里的环境真的很漂亮啊！如果说有可能把公路通到这里的话，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整个村庄周边的话，基本上是4-5公里内是没有人烟的，只有这里有这么一个村庄，完全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哈。那个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村庄的人以前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来居住啊？因为它的背面全是悬崖峭壁，然后两侧也是高山挡住，前方呢也是高山，而中间还有一条河流进行隔断。选到这个地方呢，应该也是一个防御外敌的一个天险位置。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古人哈，他们特别会选择这种避难所，而且是让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厉害厉害。像这么漂亮的地方哈，如果说让你们一个人到这里来隐居，有没有人敢的？这里是贵州毕节大方县的清虚洞，这个地方呢离大方县城仅仅10公里，来这里还是非常方便的。你不要小看这个洞穴哈，它是集天生桥、天坑、溶洞组成的喀斯的地貌奇观，它是一个组合体啊。这个天生桥的桥高呢是178米，它的跨高是108米，它的横向最大宽度是127米。目前在这种溶洞型天生桥里面是排名世界第1的。洞内的面积呢有5000平方米，什么概念呢？可以停下600辆小汽车。你们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奇观，对吧？实际上呢，洞里面也有很多的小故事。走，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洞口啊，这个远远望去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刚走到洞口呢，已经是凉风绕绕啊，这个夏季避暑啊，这里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这边呢有挺多的当地的村民在这儿摆些小摊儿啊，你要是肚子饿了呢，也可以在这个边上搞一点吃的。越往这个洞口走呢，越凉快啊。车呢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天生桥的下面的，非常的凉快啊。你在外面不觉得，但是当你到这个洞口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洞真的很高很高。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内洞的洞口，大家看这个洞下面呢，好像有一座小山一样的。实际上这些土石呢，不是原来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清朝道光年间啊，大概是1826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土匪非常之猖獗，那么地方的百姓呢，就筹资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围墙。也就是为了抵挡这个土匪的骚扰和抢劫啊。那么久而久之呢，距离现在已经200年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慢慢的垮塌下来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一座小山堡。大家是不是看到天生桥的桥下面那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废木料啊？实际上是民国3年，也就是1915年，有一位住持名叫思考，带着10多位这个僧人呢，来到了清虚洞的洞里面啊，修建了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寺庙，那么又因供奉观世音菩萨，选用了这个清虚道德真君的名号，取名为清虚洞，这也就是清虚洞名字的由来。1932年呢，住持又带着这个僧尼等4方去化缘，当地的民众啊，有的捐钱，有的捐粮，对吧？又在洞中呢盖起了2座道庙。拥有僧尼呢有数十人，
庙内呢供奉有这个骑狮子的菩萨、骑牛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以及18罗汉等等。那么来这里进香的善男信女呢络绎不绝，每天呢至少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呢在这里敲木鱼诵经，香火不断。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1932年才加建的庙宇，为何现在成为一片废墟了呢？这还得从1940年说起啊。1940年，中国航空第一发动机制造厂啊选址羊肠坝，距离这个地方呢仅仅2公里，所以这里呢就被征用来作为这个火电厂和螺旋桨的生产基地。那么这里面的佛庙以及观音像呢，就全部移到外面的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啊，现在的清虚洞内啊，只能见到观音摩崖石刻以及天窗洞下面的石菩萨。大家是不是更好奇了？明明是要建设工厂嘛，这里面怎么看不到任何的痕迹呢？实际上啊，跟这个洞顶巨大的天窗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这个所有的建厂材料呢，都已经拉到了洞外了。专家来一看呢，这里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天窗，有可能呢会被敌人的这个飞机发现。而我们清虚洞的这个天生桥洞顶呢又比较薄，所以呢是经不住敌机轰炸的。这也就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这里面并没有建工厂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天窗的下面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一直延伸下去，下方呢是有一条小水流一直流进去，所以这个洞呢是通向外面的。站在这里呢，有非常巨大的风从这个洞口吹出来，很凉爽哈。我呢今天就不进去了。如果说朋友们有机会到这里来玩呢，一定要到这个洞里面去看一看哈，有暗河，有非常多的一些奇异景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这是一条毛路，然后呢，通向这个深山的一个大峡谷。我看这个公路呢，好像已经没什么车走了，我们下去探秘一下。从我的经验判断呀，这个路已经没什么车走了。你看这个边上都是被水冲成这样子的，这边这个路好像越来越陡了。有这么陡啊？哎，这里有人居住吗？这里好像发现了一片土地啊。我把车停到那个前方那里吧。哇，这里这个环境真的漂亮啊，世外桃源一般是吧？这些种植的全部是金银花，看看这朵。很漂亮嘛，金银花呢是拿来做茶呀、养生啊什么的。哇，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房子啊，是一片还是一家呀？你看，整个四周都是森林，那就在这里有一个房子。好漂亮，这个地方看看。然后那边好像听到隐隐约约听到有不少人在那里聊天，应该是在山上干活。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朋友们，这个地方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人居住在这里。你看这个房子就比较大，很长的一个房子。然后那边呢也有一个3间房。这儿也是3间房，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人居住在这里啊。这里好像在搞养殖啊，这边很多的粪便，然后后面是住人。哇，你们看看这个地方，太美了。门前就是小小的溪水。这边过来看一下，
主人家好像在地里干活，在搞啥子啊？主人家搞金银花啊？哦，这全都是金银花哈。哦，你们是等于是从外面进来干活的哈。你都晓得搞的金银花？哦哦哦。你们那是远处过来的哦。山外面哈。哦哦哦。哎呦，好热哟！我说慢啦，老板，你们不是，你们全部都自家带起来的啊？啊，自家在屋头带起来。嗯，那你看都没有起我的谷子。没起你裤子，你给刚才也是没把你裤子给。我不吃，我不吃，我在这耍会儿读会儿阴凉。他是老板了吗？啊。你们干活了好几天嘛？啊？好几天呢？我们这里干活不是工资就不高哦，150块钱一天。你看老板不开心了噻，你们也难受。老板好，他就不给150一天的哈，你看150天半，100块钱一天哈。就是辣椒的黄瓜呀，可以起干，可以起干。哎，起了你们有没有？解哈儿渴，这个黄瓜也好吃。哦，肯定啊。这个黄瓜贵。他这房子好像都是西晒哟哈。你老板在哪里的嘛？我们这你不管你了。不管我，不管我，我随时都带你吃的嘞。整个四周全部是原始森林，就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里房子又非常大啊，3合头的一个大房子。他本来是几兄弟的，现在呢只剩排行老2的这个叔叔住在这里，其他人全部不在。然后这些玉米呢都是他种的，整个这个周边这些山边这些土地呢种的是金银花，是另外一个老板承包的，大概有100多200亩。刚刚在这里吃饭的这些呢，也是来帮这个承包土地的这个老板干活的。然后实际上这里呢只有一个大叔居住在这里啊。但是呢，没有等到他来呀，我已经到后面这个大山上去转了一圈回来，依然没有看到他。你们说，在这样的环境居住好不好？那太好了，对吧？路又通的，虽然是毛路，又凉快。这个地方海拔有1200米。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哈，我要赶紧去找饭吃了，肚子饿了，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绥阳县的宽阔水自然保护区，我在这个山顶上啊，发现有一栋空置的房子，这个位置的环境是非常漂亮啊，带你们去看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喜欢的。我说的房子呢，就在这个前面一点，而且是公路通到家门口。那么这个位置已经是偏山顶的位置了哈，因为我车呢已经是开到这个房屋门前去了。因为为什么要走下来呢？是走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整个周围的这个环境，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海拔呢，已经是接近1300米的海拔。看一下这里的环境，然后我给你们看看啊，这个路边好多的草啊，稍微养一点牛和羊是非常爽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整个山顶上是没有人居住的，看一下，这个就算是山头了。看看我的整个四周，是不是没有比这里高的地方了，对吧？这个位置就是山顶的位置，然后就在这个岔口里面，竟然住有一户人家，你说神奇不？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车子已经停到这个门口了，你看一下。公路呢就通到这个山顶，然后翻山下另外的地方去。房子呢正好建在这个山顶一个垭口的一个位置啊。哎，懂的朋友们看一看，这个房子建的位置怎么样？你看一下，这边是山，这边是山啊，2个山头，然后这个房子的后边呢有一个平顶的一样的山。房子就在这里啊，看看
这个房子呢，已经是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不知道之前是住的人还是办公的啊。这个电线，我看一下有没有电线。电线好像是现在已经不通电了。好几间房子啊，这个里边有些什么？哇，这里还有一个机器。难道这个是建来干什么的吗？看一下。哦，这个是一个公司的吧？应该是之前有人在这里办公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这里面已经是空空的了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已经是没有人在了。然后呢，它这个房子呢是外边也有一间像是客厅一样的，然后里边呢也是可以住人的。因为这种山里面的房子呢，我基本上不进去的啊，就走到门口瞧一瞧。然后这边是干什么呢？这边是一个偏房，应该是放一些杂物之类的。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啊，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就它是3大间的一个房子，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偏房。那么这个总的面积呢，大概是100平米多一点哈，这个房子的这个面积。那么这个房前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坝子，对不对？然后过来呢就是公路啊。当然，这个公路也基本上是很少有车过的。这个位置正好在山顶的位置哈，真的是空气清新啊！你看，整个周边的话都是鸟语花香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包括房子上那些都是花，像那个山上有很多的这个野花呢都开了啊，听着这个鸟叫声啊，这个知了的叫声啊，叽叽喳喳的，是不是很舒服？看一下这个门口这一棵。是一种中药材5辈子，好像没看到有结哈。然后我们再往这边来的话，啊，这里就是这条公路，然后一直通向山那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环境是相当的不错啊。哇，这里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啊，这里怎么来这么大一坨的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是不是有一些说法呀？看看，哇，神奇不？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神奇不？然后这个石头中间是有一个缝隙，这里竟然还长了一个竹子出来。这个石头怎么感觉像是一个飞来石一样的？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什么地方飞来之后就矗立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比较奇特。你看到这里就没有了，相当于这里是一大坨的一个石头。这个位置不错吧，朋友们？海拔是1300接近，所以整个环境非常好哈。这个位置呢，离最近的镇上呢只有10公里了，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公路呢已经直接通到家门口，居住的位置呢正好在这个山垭口的位置啊，海拔在1300左右，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隐居和避暑的，特别爽的一个地方哈。你看现在是烈日当空照啊，我在这里就对着烈日跟大家讲呢，我也没有出汗，对不对？所以说特别适合避暑。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过来看一看哈。这个地方呢，我已经做好了定位哈。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竟然发现有一座悬空的房子，你敢相信吗？朋友们，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大山里。在不经意间呢，在后面这个悬崖峭壁上，竟然发现有一座悬空的房子。
我们从这个空中画面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建在半悬崖，悬空在这里呢。建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正好是一个崖壁往内凹陷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刚好够建房子。据当地的老百姓介绍啊，这其实是一座悬空寺啊，是古人把这个寺庙呢建造在这个悬崖中间呢，真的是太厉害了，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呀，竟然想到在这样的悬崖绝壁之上呢建造这样的建筑，真的太厉害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边上还有一个小房子啊，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有人看管的，也就是说有人居住在这个悬空室这里。你们看着是不是都非常的险峻啊？假如说让你居住在这个地方，你敢不敢呢？我估计都是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对不对？据说这个房子呢已经建了好几百年了，那么它悬在这个半悬崖，看到这些柱子呢也都是那种悬空的，它竟然屹立不倒几百年的时间，太牛了哈！所以古人的智慧呀，那真的是了不得呀，真的是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一座寺庙竟然把它建在了悬空的崖壁上。我比较有大的一个疑问是，建造这个寺庙的这些材料啊，它是怎么运上去的呢？